今天这个模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整体的风格本身给到我们的视觉感，它的甜美、可爱、俏皮、活泼的元素是不是多一些？对，那所以这是它本身的一个风格的属性。本位风格的属性，那具体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还得跟客人去沟通啊，去看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今天这款头发我们要去打造的风格呢，可以往几个方向走。第一个方向做甜美、俏皮、可爱的风格啊，这是一个风格。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甜酷的风格。什么叫甜酷的风格呢？就是可盐、可甜还可咸。啊，就是它能够有一些酷的元素在里面，又有一些活泼俏皮的味道在里面。当然也可以去打造一些比较偏柔美、女人味一点的，那这种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成熟一些，啊，成熟一些。所以今天我们以甜酷的风格为主。模特本身的发量呢，不属于特别多的这种，啊，当然比较适中。亚洲人呢，本身他的发量是比较偏多，好，看一下，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客人在镜子里面看到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脸，那也就是在整个发型的设计当中，特别是短发，可能说你的后部枕骨区剪不到那么精致，哦，客人他也看不见。但是首要你要看到的第一个元素就是客人脸型这一块，在镜子里面他看到他一定是要漂亮、要适合的啊。所以前面整个脸型上的设计你要去做一定的思考。那么首先这个头发要不要搭配刘海？看一下，他的额头发际线是高的还是窄的？高的，是不是偏高？对。而且你看它这两边是比较凸，这两个位置。啊，所以发际线这两块是没头发的啊，那所以加上你要甜酷的味道，那前面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刘海在前面会更好？对，所以前面它一定是有刘海的。如果要增加个性，眉毛露出来；如果增加柔美感啊，比较生活化一点，那就在眉毛下面一点点啊，所以需要前面有一个刘海。啊，第二个看它的整个脸型的比例，你看啊，它的脸型你们要记住一个概念啊，任何的一款短发，我们在修剪的过程当中，不是说用头发把前面遮起来，就会显得脸小。脸型大、颧骨高的人，你遮是遮不住的。他的脸型反而是全部露出来，会比较 OK 一些，因为他的整个五官看上去是比较精致的。啊，比较精致的，所以我们只要控制好在整个颧骨的位置能够有一定的头发来做修饰，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先确定整个前面的外轮廓线啊，需要修饰的部分就是在哪里啊？是不是颧骨这个位置？对，以及它的额头、刘海这个部分需要有一定的头发来做修饰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从侧面来观察一下，你看它的后发区呢？是属于比较扁平的，看得见吗？看见。后发区是属于比较扁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种短发当中，我们要去增加后部的一个饱满度，然后把它的整个头型剪得圆润、饱满一些。啊，这是后发区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从侧发区当中能不能看见你要把它的整个重量堆到哪一个位置？先要考虑好这个问题。想象一下，堆到哪个地方？臀部点。来看一下啊，整个头发的重心比例，来，如果说在后发区，等一下整体的长度，那是在这个位置，长不长？太长。来，在这个位置短不短？有点短。有点短。那也就是上面的长度应该放下来的落点应该是在哪个位置啊？和鼻尖保持平行，是不是啊？因为你后面等一下你的饱满度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哎，前区的重量是在这个地方，刘海。来一个幅度在这个地方，前短后长的整体的结构，所以我们后部的重心比例长度大概是在这么长。
啊。那你后面的重心比例的长度参考好了以后，那也就决定了你前区的一个长度。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域所有2分区以下，我们都要用均等层次来做修剪。梳起来，看好啊。我们在这里要剪到的是均等层次，那也就是头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手位就跟着去走。头是圆的，那我们就跟随头型去走。放下来看一下这个长度，好 ，OK， 就以这样的长度来做修剪。继续斜向后，每一个发片把它分得干干净净啊。好，角度梳起来，拉到与分缝线的角度，手位继续往下走。好，继续斜向后分线。以刚刚修剪的这一片头发来做引导，角度拉到分缝线的高度，手位与分缝线保持平行。请注意，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剪完的切口面拉起来是不是在一个面啊？不是。不是。来，你看啊。对，均等层次，手位要跟随头型来做变化。好，继续斜向后，不要分得过于太厚太宽，一片一片的来。好，梳起来，角度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第一刀，来。好，继续斜向后，以刚刚修剪的这一片来做引导。第一片角度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手位随头型降低，头是圆的啊，你得知道头它是圆的。你不去随头型走，那这个下面的长度就会怎么样？太长，放得过于太长。好，水壶。头发随时喷水啊，因为像这种，它的头发是属于什么呢？沙发，对，剪着剪着这个头发就干掉了。好，这一侧我们转过来。好，继续随头型斜向后分线，看好啊！来，这一片到这儿来了。每一个区域把它分干净。来，找到你刚刚的角度。来，第一片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那头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剪完的切口面，是不是这样的？跟随头型来走啊，跟随头型来走。拉起来，看到你的引导线。每一次切口面不要剪得过于太宽。那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的切口面要干嘛？是不是要走圆？然后继续往内收。来，往内收。我要保证的是，在这个区域，每一片头发剪完以后，它的长度是一样长的啊。拉起来的切口面是圆弧形，随头型来走的。继续随头型斜向后分线。那我们的这条分线呢，是带斜15度的感觉就可以了。好，继续以刚刚修剪的这一片头发来做引导。第一片的角度拉起来，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看到你的引导线，切口面不要剪得过于太宽，手位逐渐的随头型来做移动，人的站位跟着头型走不走？跟着走。对，人的站位跟随头型来移动。好，继续斜向后分线。好，相同的方法再来梳起来。
梳头发，梳子只是用来控制头发的，而手只是用来夹头发的。不要用力的去拉头发。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慢。切口每一次不要剪得过于太宽。好，来水壶。挨一下。好，然后我们剪完这边以后，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区域，你要达到的是一个服帖和收紧感，服帖和收紧感。外线的长度到最后剪完以后，再反过来把它切掉就可以了。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均等层次给它过渡过来。好，继续，随头型斜向后。好，相同的方法，以刚刚修剪的这片头发来做引导，看到你的引导线，随头型降低，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要充分的去理解头型啊。来，这样的一个方式，继续斜向分线。分区分线呢，你把它分干净就可以了。看一下，继续，你刚刚修剪的这一片来做引导，拉到高于分缝线的角度，这是分缝线。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来看我的手位，继续从下往上梳理，往内收，梳起来，拉到分缝线的高度。你的分缝线在哪里？你要知道。往内收。好，继续斜向分线。你的划分线和你的手位永远是保持一个平行的关系。来，走走走。来，在修剪这一片是以刚刚修剪的这一片为引导，梳子从下往上梳理，头发先梳起来，看到你的引导线。我的手位与分线是怎么样的？平行的啊。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的。好，继续斜向分线。那也就是从它的右侧逐渐的往左侧来延伸，然后再从左侧剪到右侧交叉去角。你看我的手位与分线的角度。好，转一下镜头。我们一直剪到哪里来了？剪到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来。引导线在哪里？是这样的吗？不是，上一遍。来，以这一片为引导，跟下面没关系。梳子从下往上梳，来梳起来。对，拉到分缝线的高度，看到你的引导线，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对，动作要领你得搞清楚啊。来看一下后部的收紧感，慢慢的做延伸，继续再来剪到我们侧部转角点的位置来就可以了。
继续以刚刚修剪的这片头发为引导。好，当我们剪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停掉，然后再反过来从这一侧再剪到这边来。这边会不会有引导线？有没有？有。对，这边有引导线。那么前面我们单独的去建立一个引导线，反过来做修剪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你的人呢要站到这一个面的位置来。好，相同的方式，斜向后分线。来，记住你刚刚后区所修剪的长度。第一片引导线可以放长一丢丢，就是宁愿先放长，然后再剪第二遍，再剪短一点，都是没问题的。不要一次性直接干得很短了。好，下面有一点长。OK， 第一片完成，继续斜向后分线，第二片。角度往上走一点，依然在这个地方，我是从下往上走，磨圆一些。好，继续斜向后。好，看好啊，在这一片的时候，角度往上抬，那也就是你的切口在这里略微走圆，因为头型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它是在一个面的。好，继续，它的鬓角是比较低的啊。好，往上抬一点，来，上面有个角磨圆。OK， 好，这个时候我下一片分的时候就要分到哪里来？请问后面有没有引导线？有。前面有没有？有。2点一线做连接。后区呢，这里会有引导线，前面呢，这里也有引导线，梳起来，角度要梳起来，不要往下拉。好，看到你的引导线，第一片的角度拉到以分缝线的高度来做修剪，然后角度逐渐的随头型干嘛？向低，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来看到你下去的引导线。来，这个时候来一点点角磨掉就可以了。好，继续斜向后分线，先剪上去的头发，角度要抬起来，不是往下压，梳子要从下往上把头发梳起来。角度一定要对啊，往上走。继续。越到后面，把这个角给它磨掉就可以了。好，越到后面没头发可剪了。来，最后一片。拉到分缝线的高度，那越到后面还有头发剪吗？就没有了。看一下啊，那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来，在后区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样得到的是一个收紧感？对。来，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得到的是收紧感。请问这个地方有没有重量线？各位看一下。有。是不是在我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说我的重量线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它抬起头来的时候，是不是和鼻尖保持平行？对。一样的逻辑啊。那你说到你就要做到啊，说到就一定要做到。来，然后呢，它的鬓角这个地方，你看这些碎头发比较短的，我们现在不要去管它。它的头发你看干了以后，它是有点沙沙的这种感觉，现在不用去管它啊。我们最后整体的结构剪完再来处理它就可以了啊。
好，那后发区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想要把它的这个外轮廓线啊稍微处理一下，那么昨天我给了大家方法，中心线分开，干嘛 ？C 型梳理，来 C 型梳理，这里是你最长的长度，来从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微微往上切的感觉，来看一下这边啊。昨天很多人在切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切没了，来，微微的往上切，斜多少度啊15，斜15度就可以了，再返回来，来看一下，出来没有？出来了。你看，就是这一剪刀，来后部的收紧感，这个感觉，咔嚓一下就出来了，啊。好，那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好，梳子往前梳，因为上面的头发你是剪不到的，主要是要把下面的头发梳出来。来，以这边的长度来作为参考，切一个斜15度的感觉，啊，往上切啊。好，这样切完了以后，来再 C 型梳回来。啊，往上扬的感觉出来了。那如果说我们面对这种发际线比较偏低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看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完全挂耳朵，或者是半挂耳朵啊，这个你要去考虑。那这种头发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分的细腻一些，把鬓角的位置再处理一下，来水平分线。单独的把鬓角这个地方的长度给它干嘛呢？干短一点。好，水平分线，梳起来。来，手位与刚刚的分线保持平行。角度逐渐的延伸。因为像这种鬓角比较低的，你就分的细腻一点。后面的长度这个地方干嘛？过渡就可以了啊！来，这里梳起来，过渡就可以了。继续，从下往上梳，梳到水平面的感觉。后面头发是剪不到的。好，那这样子呢，我需要它的鬓角这种感觉。啊，再短一些就好了，就是不要让它掉得很长，可以吧？可以，可以。好，那这样子我们整个后发区就已经完成。头顶的部分在这个位置，我们是来建立这个头发的什么啊？饱满度。对，饱满度啊，重量的堆积。那么请问，如果这个头发我直接一下堆到这个位置，啊，直接一下堆到这里，那这个地方就会堆得有点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它做的比较柔和、轻堆积一些就可以了。好，方法呢非常简单，从头型斜向后分线，随头型斜向后分线。那么这一条分线呢是分了一个圆弧形。随头型圆弧形的分线。好，注意，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建立一个什么呢？引导线出来。来，在这里拿一束头发出来。好，那这个时候你的引导线建立在哪个位置呢？我要放下来，差不多和下面的头发差不多是一样长，那也就是在你的耳中这个位置。比耳中，如果说你最后要的效果是在耳中，施发的时候放长1公分。吹干就刚刚好了，以这束头发来作为参考，作为引导线，梳起来，来往前带，以刚刚修剪的这束头发来作为参考，第一片头发拉到我们侧中线的位置，用锯齿的切口，好，停，随头型干嘛？走圆。这是快速的来建立这个头发的一个什么呢？重量线。那么请问我这样剪完以后和下去连不连接？不连接，虚拟连接的。不连接的啊。来看一下，梳起来它是不连接的，是不是也有那么1公分1手指位的不连接啊？是。对，所以来第一片控制好，继续第二片
把所有的头发梳到自然垂落，人的站位跟随头型来走。来，角度要梳起来，拉到与水平面的角度。第一片梳到侧中线的位置来，来这个位置，看到你的引导线，用锯齿的切口去切就可以了。往后走。来，在梳理的时候，来梳下来，手固定，梳子把头发带顺。每一次切口不要剪得过于太宽。切口的深度呢，大概控制在2到3公分就可以了。好，这一边完成。好，放下来。反过来这一侧随头型斜向后分线，放下来，一样的方法，先建立一束引导，来和下面的长度保持一致，建立在耳中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梳起来，我们在修剪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从前往后，中间有引导线，2点一线做连接。好，梳起来，锯齿的切口啊。随头型走圆，走圆，一直要走到后部中间这个位置来。好，没有了，点一下。好，继续上面的头发全部放下来。好，那也就是在后部的这个地方，我们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堆积的层次啊？轻堆积，而且是圆弧形的，是不是？圆弧形的，那一定是要每一层拉到与分线的高度。从这一侧往这一侧剪的时候，手位是前高后低，逐渐随头型走；剪这一侧的时候，前高后低，逐渐随头型走。走到中间来，把这个角给它磨掉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剪完以后，还需要做一个交叉的检查，纵向的做一下去角的处理，梳起来。好，下去的头发不连接不用管，来把上面这个角轻轻的磨掉一点，是不是跟昨天一样的？这个角磨掉一点，不要让它堆得过于太重。所以你剪完了以后，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层次，哪个地方要做调整，你自己心里一定是要清楚的。自己都不清楚啊，也不知道剪完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是不行的啊。好，前面的头发呢，我们需要在前面先来建立一个形状。单独的区域单独来设定，单独来思考。前面的长度我们设定在哪一个位置呢？我们先拿一撮头发出来，放到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在这里来建立一个引导线。等一下，我们前面的长度是要和后面的重心保持在前短后长，前短后长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我现在要剪的是这个头发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把前面的长度先定到鼻尖的位置，先定到鼻尖的位置。那么你会想，那我剪完以后，这个刘海会有这么长吗？并不会，啊，并不会，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要建立前面的外轮廓线的结构，所有的头发全部往前梳。看到你刚刚的引导线，直接一刀，全部梳到前面来，往前走，在这个位置剪成一个方形的切口面，剪成一个方形切口面。不用去做任何的偏移，所有的头发往前带。
能剪到的全部梳到前面来。好，那我这样剪完以后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当我所有的头发拉到前面来，剪成一个方形切口面，那也就是说这里是最短的，这里是最长的，对不对？对。好，那我这样子放到前面，当我这样子往后一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前短后长的一个层次切口面，是不是？啊，它的流向是往后走，因为刘海我不是要全部放到前面剪这么厚的，刘海我们是最后来修剪，剪完以后分薄一点点，单独把这个刘海剪短一点就可以了，好吧？好，那我这样剪完以后，只是得到了前面的这个边缘线的轮廓，但是这个地方层次是不是会很重？好，以后区顶点这里的头发来作为参考。一样的啊，以这里的头发来作为参考，当然也是一样的逻辑。如果说我发现我不想要让我的刘海过于太厚，怎么办？单独的可以把这个地方的重量去给它拿走一些，因为我想让刘海轻盈一些。记住了，年轻的顾客群体，只要你不是剪这种偏狗啃类的刘海，麻烦你把他的刘海剪得轻盈一些，把刘海剪轻盈一些。刘海过于太厚太重，年轻的客户群体都不是特别喜欢哦。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的吧？对，而且这个刘海我们又不是去剪一个狗啃刘海。好，梳起来，往上梳，角度抬高，上面的角去掉。略微随头行走圆，这个时候你剪掉的只是上面的头发，外线的长度你是剪不到的，啊，外线长度是剪不到的。接下来，然后再把头顶的和后发区的层次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连接。对了啊，梳起来，来看到你后区的引导线，这个角给它磨圆，那么这个地方剪完以后，它是属于一个不连接的层次。好，再来一层。那也就是在前区有单独的2个层次出现了。好，把中间剪完了以后，来中心线分开，一分为2。刚刚是把中间的这个地方的引导线建立好了，那么接下来纵向有没有引导线？有。OK， 纵向上面有引导线，把下面的这个角给它收圆。上面有引导线，后面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引导线？你看一下。对。啊，后面也有引导线。来，在侧面这个地方干嘛？走圆儿啊，走圆儿。你们这是哪里画走圆儿？好，往下收。思路要清晰啊！剪头发的时候思路一定要清晰。好，那也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到的这个形体，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形体；后部它是属于饱满的，下面是属于收紧的，里面是属于半挂耳朵的，流向它是属于往后走的，刘海它是属于往后跑的 ，OK 吧，各位？OK， 好，另外一边相同的方法。好，最后2侧的地方稍微过渡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昨天一样？这里会比较长几根？对，点剪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头发全部吹干，那刘海肯定是要不了这么长，对吧？前面我要放足够的长度和后面做过渡和连接。啊，那么现在呢，你需要的就是把它刘海这个地方单独的去剪短一点点，啊，先把中心线分开，
刘海我们不需要太厚，把所有的头发梳到自然垂落。好，从中间开始。好，继续画斜，所有的头发梳到自然垂落，梳理下来，逐渐的往后来做延伸。好，继续画斜。那慢慢的呢，你要去延长你两边的一个长度。和后面继续做过渡。越到侧面的时候，就没有太多头发可剪了。好，在侧面来自己看一下。那这个形体呢，它能够从刘海慢慢的过渡过来，是吧？对，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好，现在你看哪些地方过于太厚的地方，当我一梳下来，我会发现这一坨有点厚，挑起来，柔和切口。你看我们剪完的头发，其实该柔和的地方它已经很柔和了。这种头发不需要你做太多的打薄哦。讲一下，这种不需要做太多的打薄，本来它就沙发，打完以后整个头发它会炸起来。好，这边有一点点这种若隐若现的虚虚实实的感觉，等一下外线把它切得稍微干净一点。只要柔和切口，顿挫感比较厉害的地方，轻轻的去点一下。整过去呢，这个地方肯定是比较过于太厚的，那我们需要把它做的再轻柔一些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滑剪的方式啊，轻轻的把里面的量先拿走一部分。你也可以直接用牙剪稍微把它修饰一下，也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需要它很精致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来胖胖剪或者是平剪，来从里面。啊，里面有一些倒生长的碎碎的头发可以剪掉。这种呢就会比较偏日系一点啊，和昨天的风格呢它是不一样的。昨天那个呢它是偏酷感一些，所以在你设定这个风格之前，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最开始就一定要想好，想好了以后，你最后所呈现的这个风格的感觉的变化，一定是要相符合的。别动啊！